他是20大后山东首虎，他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他带领全族32人组建全球腐败网，疯狂敛财5.26亿。他就是青岛市政协原书记吉宾昌。1963年，吉宾昌出生于山东昌邑一个贫困农家，其父母虽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坚信读书改变命运，节衣缩食，全力支持吉宾昌求学。吉宾昌不负所期，于1982年考入四川大学。4年后，他攥着派遣证直奔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，从端茶倒水的科员干起。改革开放初期的山东正经历国企改制浪潮，吉宾昌的川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背景与政策红利完全契合，凭借专业知识很快崭露头角。吉宾昌的晋升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晋升路径，在同期中晋升速度飞快，仅用10年便升任政策法规处处长。4年后的2000年，37岁的吉宾昌成为当时山东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之一，升任体改办副主任。此时正值山东国企抓大放小改革深化，大量企业需通过改制审批获取政策红利。2003年，某化工企业因环评审批受阻，急需通过改制政策获取生产资质。企业老板将30万元现金藏于茶叶礼盒中，以咨询政策名义送至吉宾昌办公室。此次受贿成为吉宾昌贪腐生涯的起点。2004年，山东省国资委成立，需要从经济改革领域抽调专业干部参与国资监管体系建设。吉宾昌顺势调任国资委副主任。2008年，他统筹纪纲与莱钢100亿级合并，解决职工安置、债务清算等关键矛盾，被列为地方国企重组典范。然而，在纪纲莱钢合并中，他通过指定企业承接资产评估以及法律咨询业务收受干股分红，并为民营资本参股国企开绿灯，受贿超2000万。2009年，吉宾昌又帮助省属企业招标，并为开发商中标100亿产业园开绿灯，收受现金700万元和海外房产。2011年，吉宾昌的儿子吉托以及多名亲属注册多家空壳公司，正是以商业服务名义系统化洗钱。在国资委的9年间，吉宾昌共计贪腐2.2亿。2013年，吉宾昌出任1000亿级国企鲁信集团董事长。他以海外投资的名义，通过鲁信集团在境外设立多层嵌套的离岸基金。吉托则在境外注册空壳贸易公司，与离岸基金签订虚假服务合同，转移赃款超2亿。随后，再以离岸公司名义购买悉尼、温哥华等地豪宅，隐匿赃款。此时，吉宾昌已经构建了庞大的跨国腐败网络，吉氏家族先后32人参与其中。2015年，吉宾昌主导成立100亿级基金，扶持海洋科技企业，被列为省级改革试点。然而，大部分基金都投向了其亲属持股的生物公司。2018年，吉宾昌升任工信厅厅长，对济宁市、泰安市违规建设的660万吨焦化产能的化工厂故意放行收受企业贿赂。2019年6月，吉宾昌在问政山东直播中，面对化工园区村庄搬迁拖延问题，高调承诺，若2020年6月未完成搬迁，便主动辞职。然而，搬迁工作一拖再拖，但其本人却于同期升任山东省副省长。2022年，吉宾昌升任青岛市政协书记后，仍通过艺术品受贿，并以80万的价格出售国企中层岗位，引发内部干部联名举报。同期，青岛某开发商实名举报吉托收取济南 CBD 项目中介费700万，并曝光悉尼房产代持协议。举报材料直指吉宾昌干预土地规划，为儿子关联企业输送利益。2023年1月，吉宾昌被中纪委带走，成为20大后山东首虎。2024年12月，吉宾昌被判处死缓。